结婚当天，老公便和我商量婚后的一切花销都给我同意了。也正因如此，老公却不愿支付我怀孕生孩子的费用。后来老公受不了，求着我养他。我冷笑一声，做什么梦呢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怀孕期间，医生叮嘱我每月定期复查，我被迫休了孕假。原本想着这钱应该由老公陈凯来出，毕竟生孩子这件事是由我来承担，他掏钱再合理不过。可老公却毫不犹豫地拒绝道：“这孩子难道是你一个人就能有的吗？说好的婚后，你体检我又没有去，凭什么掏这钱？”我强忍下心中怒火，耐心道：“那就当我借你的行不行？等孩子出生后，我再去工作还给你。”可哪怕是我这样低声下气的请求，依旧没能换来老公的好脸色。他不耐烦道：“做事前你就不能自己掂量一下有多少钱吗？”我没有，不借，大不了就不做这检查了。说罢，他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，甚至没有留下一句嘘寒问暖。而我攥紧手机，气得不住发抖。跟着我一同前来医院的闺蜜担忧地看着我：“怎么了，念念？你老公还是没给钱吗？要不我先给你垫上吧。”我揉了把脸，笑着摇摇头：“不了，我有钱，不用担心我。”说罢，我滑动联系人列表，找到了公司老板，说明情况后，提前申请了今年的奖金。老板没有丝毫犹豫，大手一挥，便让财务拨款给我转账，甚至还发来好几条安慰：“小念，不是我多管闲事，但是你老公这个处事方式是不是有点问题呀？这样吧，等你生完孩子，我给你升职，虽然要忙一点，但是工资肯定比现在要高，足够你养孩子了。”望着老板的消息，我的眼眶忍不住发热。就连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都能为我着想，而结婚多年的丈夫却连共同抚育孩子的钱都舍不得出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个男人我也不要了，我自己一个人照样可以养活我和孩子。交钱后，闺蜜一边絮絮叨叨咒骂着老公，一边安抚着我，可我却没有任何反驳，只因为她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。怀孕初期的孕吐反应很大，虽说还在工作，却远远没有之前的效率。陈凯替我煮了一锅鸡汤，我感动地看着他。本以为我们哪怕过着 AA 的生活，却依旧无法改变对彼此的爱，却没想到等我喝完，他对我伸出了手：“鸡汤50，转账给我就好，喝完赶紧工作吧，别那么娇气。”我这才知道，他根本不是担心我的身体，而是害怕我不工作赚不了钱。而这一次，他的举动算是让我彻底寒心。做完体检，闺蜜开车将我送回门口，推开门，却看见平常总是待在书房，直到饭点才出门的陈凯，此刻却坐在沙发上，像是等了我许久。我松了口气，本以为他是想好好谈谈今天的事情，正打算放缓语气，却听见他不满地抱怨道：“今天是你做饭，怎么回来的这么迟？饿死我了！”望着他那副趾高气昂的模样，我忍不住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模样。那时我和陈凯同校，也算是人人艳羡的校服走向婚纱的恋情。陈凯成绩不错，长得又好，所以恋爱期间，当他提出 AA 制的要求时，我没有丝毫犹豫。他说：“老婆，你看国外都是崇尚婚后 AA 制，平起平坐，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精神。”那时的我恋爱脑上头，根本没有计较这件事，哪怕父母闺蜜纷纷不赞同这段感情，
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和他在一起，毕竟是同校校友，我的能力丝毫不比他差，甚至工资比他还要高上一些，以至于结婚时陈凯连彩礼也没给，我都选择了忍下。婚后的确有过一段甜蜜恩爱的生活，我们享受着分担家务，从不让谁去包揽的生活，却没想到我向来是模糊的过着，而陈凯却仔仔细细记下了每一笔开销，甚至连电费 A 后的几分钱也要问我讨要。我曾不满道：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这只是几分钱，我之前买菜花多了也没有问你要钱啊。可陈凯却理直气壮地反驳我道：那些菜明明你自己也吃了，我为什么要给你钱？再说了，我们之前说好的 AA 制，当然要算清楚，才能把自己过长久。我一脸不悦道：可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婚姻和生意合作有什么关系？陈凯则不以为然道：婚姻不就是两个合适的人搭伙过日子？我被他对得哑口无言，却又实在不想因为这种事情和他吵架，于是一次次选择了忍让。可我虽说知道他执着于 A， 却没想到就连我怀孕时也不例外。望着沙发上的陈凯，我强压下心中怒火道：我今天去医院体检，医生说我现在月份大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陈凯顿时瞪大了双眼，一脸不可置信道：那怎么行？我们说好了家务事也一人做一天，今天可是轮到了你。感受到因为怀孕身体越来越明显的臃肿的酸痛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冲着陈凯怒吼道：天天纠结你那怎么我怀孕你不来帮我分担一下，一人怀5个月呀？陈凯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消息一样，瞪大了双眼。我又做不到这些，本来怀孕就是女人要承担的事情啊。我冷笑一声：既然这样，我负责怀孕，你负责给钱不就行了？陈凯则皱紧了眉头，仿佛我在无理取闹一般。这可不行，我们说好了，婚后一切花销都 AA 的，而且我的身上没钱。我冲进卧室，狠狠摔上了房门。至少这晚饭我是不可能做了，他要 AA，那从今往后都各自解决吧。我冲着门外怒吼道：既然如此，从今往后我们个人只负责个人的花销，别的都别管了。没钱这种借口他都好意思说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从未多花过1分钱，一直是我在默默地补贴家用，他的工资也不低，那些钱又去了哪里？客厅安静了一瞬，就在我以为陈凯是不是离开了家的时候，我听见隔壁书房传来了说话的声音。我们家是自建房，我爸妈掏钱付的首付。当初我本来想用最好的材料给房子装修，毕竟那是我们2个人要居住很久的家，怎么说都不能讲究。况且我们有能力偿还后续尾款。可当我把精心设计的方案拿给陈凯看时，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你这要花不少钱啊，我觉得房子这东西能住就行了，至于弄这么麻烦吗？而且我们是 AA， 我可不想多掏这些钱。为此，我还和陈凯冷战了好一阵。他安慰我说，他这么省钱只是为了让我们未来的生活过得更好。我相信了。可如今我怀孕了，他甚至不愿意掏钱带我去医院体检，而这房子也因为装修材料一般，隔音条件很差。我听见陈凯在隔壁书房打电话，下意识屏住了呼吸，只听他沉默了几秒，开口道：妈，你给我2万块钱，我要带老婆去体检。电话那头的婆婆顿时发出了咆哮，就连我都能听清她的话。要什么钱啊？你们不是说好了婚后 AA 吗？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事儿。陈凯语气无奈：
我知道，可他这不是正在休产假，公司没发工资吗？你相信我，他生完孩子去上班就会还给你的。他们又在电话那边絮絮叨叨了好一阵，才挂断电话。可我大脑早已混乱一片，一方面是因为陈凯竟擅自替我做出了生完孩子后立刻上班的决定，他连月子假都不舍得给我；而另一方面，则是他竟将钱全部交给了他的母亲。这下一来，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便只剩下我的存款了。若是将来真的闹到离婚的程度，分家产，我也得不到他的一分钱。我曾经真的以为陈凯坚持也是为了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而如今才发现，他竟然一直在算计我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会再给他了留任何情面。我颤抖着手，将银行卡里这些年的所有工资都打给了母亲。没过5分钟，便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：“小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突然跟我转这么多钱呀？”听着母亲关心的声音，我忍不住眼眶发热。当初父母是非常不看好我和陈凯的婚事的，可他们却始终没有干涉我的选择，甚至每次过节回家，他们都拒绝我带礼，只为了让我手上能多有点钱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强忍下泪水，选择暂时隐瞒真相，不让父母担心。于是我说：“这不是我老花钱，大手大脚存不下来钱吗？就想让你帮我攒着，等过几年孩子上学了再给我。”母亲没有起疑，嘘寒问暖了一阵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料到陈凯绝对会因为这件事和我发出争吵，却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。第二天，我还在睡梦中迷迷糊糊，便被一个电话吵醒。陈凯在那头咆哮道：“云乐，你卡里的钱怎么都没了？”这才第1天，陈凯竟然已经发现了卡里没钱。我假装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老公？发生了什么吗？”陈凯语气不满地抱怨道：“我今天去买菜，刷卡的时候竟然显示余额不足，刚刚一查才发现你把钱都转给你妈了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回答。好一个 AA 制！我还一直以为是我们各自掏钱，轮流负责家务，却没想到老公自始至终都在花着我的钱。既然如此，我再也不必给他留任何情分。于是我冷漠地回应道：“不是说好的耶吗？今后我自己做自己的饭，你也别用我的钱买菜了。”电话那头的陈凯立刻恼羞成怒，毕竟这么大的便宜占不到了，谁都会急眼。只听他说：“那你也不能把钱都给你父母啊，我们才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人。”我冷笑道：“你不也一样把钱给了你爸妈吗？我不过是学习你的做法而已。”陈凯顿时闭了嘴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他也没料到，当初自己为了省钱做的不隔音的墙，成为了泄露他秘密的原因。说罢，我懒得和他废话，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。临近产期，陈凯问他妈要的那笔钱，最终还是没有花到我身上。没了我的银行卡，他只能一脸不情愿地用那些钱给自己买菜做饭。这期间，他也试图找我求和，却无一不被我拒绝。次数多了，他再也拉不下脸，和我开启了冷战。分明是2个人的家，过得就好像是陌生人合租一样。为此，闺蜜不止一次为我打抱不平。我只是平静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我现在也不是当初年轻的恋爱脑，不可能为这个懒人浪费自己的一生。等一切安顿后，我会和他商量离婚的事情的。”闺蜜听了，这才一脸不悦地带着我去做临产的检查，就连最后预产期住院，陈凯一家人都没有露面，只有我的父母和闺蜜在医院陪着我。
父母察觉到了不对，可害怕戳到我的痛处，一句话也没有多问。望着那么多关心自己的人，我眼眶不住发热。终于，历经艰辛，我还是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。住院的最后一天，陈凯终于出现了。只可惜，他来到医院并不是为了探望他刚出世的儿子，而是皱着眉头看着仍旧躺在病床上的我道：“我听你闺蜜说你还要坐月子，那我借我妈的那笔钱怎么办？”我简直被他的厚颜无耻给气笑了。父母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一脸迷茫。我不想他们看见我争吵的模样，一个眼神示意给闺蜜，她便带着我父母离开了病房。望着陈凯，我的脸上再也没有以前的爱恋，而是淡淡的和他对峙着。你借的那些钱不都是你自己用了吗？要还也是你来还吧。听了我的话，陈凯顿时急了，他想要反驳，却被我开口给打断。我孕期检查、生孩子和现在住院期间用的都是提前申请的公司奖金，我可没用你的一分钱。陈凯听了我的话，一脸菜色，但他似乎很快又想到了什么，满脸讨好地看着我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今后不都要一起过日子吗？”我毫不留情地抽出被他拽住的手，嘲讽道：“可当初不是你提议的 AA 制吗？我不过是在旅行而已。”说罢，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只觉得面前的男人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优秀到让我倾倒的少年了。又或许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只是我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罢了。我继续道：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我料到他费尽心思来到这里，一定是有其他的事情。毕竟儿子的摇篮明明就摆在床边，他这个亲生父亲却根本没有看一眼。陈凯被我说中了心思，脸色铁青，也干脆卸下伪装，径自开口道：“你要是坐月子的话，就让你爸妈帮着照料吧。”我想过他可能会提出无耻的要求，却没想到到了这个程度。一时之间，我连刚生产完需要好好休养都顾不上了，抄起枕头便向他砸去。这不是你的儿子吗？凭什么就由我家人来照料我月子？你爸妈不能来吗？陈凯反倒一脸委屈的模样道：“我要上班赚钱，你不能赚钱本就是你的事情，当然要你家里人照料了。”见我还要发火，陈凯打断我的话头，继续道：“再说了，我家里还有我姐姐家的小孩要我爸妈照料呢。她一个人在婆家，如果不上班，肯定会受欺负。”我气得躺倒在床上，缓了好半天，也没能说服自己接受他的逻辑。于是我开口道：“我爸妈年纪也大了，我不可能一直麻烦他们，要么两家人轮流，要么就请月嫂，花费 AA。” 这么一来，陈凯又不情愿了，他立刻反驳：“月嫂照顾的只是你一个人，我又没享受到，凭什么还要出这个钱？再说了，我没钱，我还没还我妈的钱呢，哪来的钱请月嫂？”就在我要和他继续争吵下去的时候，病房门被推开了，父母挤了进来，瞪了陈凯一眼，便一起站到了我的身边。母亲开口道：“我们会照顾好小乐的，坐月子就不用你操心了。”陈凯这才满意的扬长而去。整个过程，他甚至都没有去看一眼刚出世的孩子。我终于委屈的掉下眼泪。母亲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什么也没多说，而我也不再隐瞒，絮絮叨叨地将结婚多年和这些天的事情尽数讲述给他们听。听了这一切，母亲只是冷静地问道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做呢？”小乐，我有些痛苦地摇摇头，我不想和陈凯继续，可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。母亲笑着抚摸我：“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
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。病房里的其他人，我的父亲和闺蜜也微笑着点点头，让我没有因为陈凯陷入无止境的崩溃中。就算是为了这些关心我的人，我也必须对陈凯发起反击。出院后，父母便搬来了我和陈凯共同的家里，每天为我煲汤洗衣服，而陈凯也为了方便我，搬去了书房。或许这就是整个怀孕期间他做出的唯一贡献，但也可能只是单纯不想在半夜被儿子的哭声吵醒。只是每次母亲煲汤时，总会顺便煮出陈凯的那份，热情地招待他。我有些不满地开口：妈，我和陈凯说过了，今后一切生活都只负责自己的那份，你不用给他做饭的。母亲笑着摇摇头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傻话呢？陈凯也立刻顺着台阶下似的点点头，捧起碗毫不客气地喝着，还时不时点评哪道菜太咸或是太淡，而我只是默默忍下，一言未发。只因母亲私底下悄悄拉着我道：这些都是小事，让他占便宜就占了，这些便宜累积起来，他迟早会吃大亏。我点点头。由于母亲的精心照料，我很快便出了月子，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。我比以前付出了加倍的努力，不用为家务事操心，很快便得到了升职的机会。陈凯自然不情愿照顾孩子，而他那种斤斤计较的模样，我也不可能放心将孩子托付给他。于是我花高价钱请了保姆照料，父母也会偶尔帮衬，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只有一个人不乐意。陈凯得知我请保姆花费的数字后，一脸不满：浪费这么多钱，至于这么矫情吗？你不这么泡在公司里，不就有时间带孩子了？我斜睨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怎么，现在不说也一人照顾一天，打算让我一个人承担家务了？陈凯这才意识到失言，梗着脖子反驳道：我可没说过我不带孩子，只是我要上班，没这么多时间。看着他这虚伪的模样，我只是笑着摇摇头，没有理睬。出门开车去往公司，我需要让自己有独立的本领，才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能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下去。而在此之前，我依旧将所有的钱打到父母的卡上，顺便拜托朋友清点着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只为了在将来某天撕破脸时能博得最大的利益。只是没想到，还没等到这一天，变故先出现了。陈凯的母亲脑血栓发作，被送进了医院，急需抢救。他自然拉不下面子来找我帮忙，于是回到家里拿到了自己的工资卡，打算用母亲帮他攒的一大笔钱来支付手术费，却没想到这一刷卡里面竟1分钱没有。陈凯立刻以为是母亲被人骗了，可查了转账记录，却发现每一笔钱的汇款对象都是他的亲姐姐。陈凯立刻找到他的父亲质问，反复逼问下，才得到了那个让他崩溃的答案：你姐姐嫁出去多不容易呀，你帮衬着点，她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反正从小到大就很独立有主见，但是你姐姐不是啊，她被我们骄纵惯了，嫁出去肯定照顾不好自己的，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听了这些话的陈凯呆呆愣在原地。我其实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毕竟我们恋爱的时候，陈凯也有告诉过我他家里的情况。父母从小对他便要求严格，要求他独立自主，却只说男孩子要更有担当，以至于他以为父母是真心为他好，却没想到成年后上交的每一笔工资都尽数打给了他的姐姐。陈凯崩溃地冲着他父亲大吼：可那些是我的钱，现在没钱了，
妈的病怎么办？他姐姐这时才姗姗来迟，满不在乎地开口：“你再去赚呗，或者问你老婆要啊。她工资我记得也很高吧？”陈凯欣红着眼睛瞪着他姐姐：“从小到大，爸妈都溺爱你，如今妈出事了，你就打算一分钱不掏吗？”可他的质问还没得到回答，便被他父亲生气地推开道：“你冲你姐姐发什么脾气？愿意给钱就给，不然我们就当没你这个不孝子，死了算了。”听到这话的陈凯顿时一脸不可置信，将这个消息告诉给我的邻居说。陈凯回到家里时都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对这个婆婆有任何怜悯。毕竟我怀孕期间，就是她指使陈凯来说服我爸妈伺候我坐月子，而儿子出生后，她更是从未来见过，就好像我和儿子完全不是她的一家人一样。但我也料到，过不了多久，陈凯或许就会找我来借钱了。果不其然，某天回到家，屋子里亮堂堂的。平日里加班很久才回到家的陈凯，此时正坐在客厅。见到我，他殷勤地迎上来：“小乐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”我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妈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我态度很明确，这个钱我不会借给你。我们要坚持 AA 的原则，那是你妈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”陈凯一脸不可置信，他看着我道：“小乐，你疯了吗？我现在根本就拿不出钱，没有手术费，我妈会死的。”而我却没有任何波澜，只是淡淡的哦了声，道：“是吗？可是那关我什么事？”也许是我冷漠的态度终于激怒了陈凯，他站起身，指着我的鼻子怒骂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冷血呀？你要眼睁睁看着我妈去死吗？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们就离婚吧，财产平分。”望着他歇斯底里的模样，我却无法想起任何被恋人责备的难过，反倒庆幸他先一步提出了我想要做的事情。于是我笑着点点头：“好啊，那就分手。可财产平分是不可能的，你想要钱，我们也只能走法院诉讼。你妈等得了吗？”陈凯本就只是想用离婚来恐吓我，却没想到我真的答应，一时之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我。我等得不耐烦，起身走向了卧室，临关门前还贴心地留下了一句话：“你决定好了的话，我们就找个时间联系律师，准备离婚官司吧。毕竟我看你妈这病，也确实挺着急的吧。”说罢，我没有再看陈凯的反应，关上了门。虽然我已经把话说死，但他陈凯是什么人，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第3天，我睡醒并没有看见陈凯，心中却隐隐升起不安的预感。我将儿子送到父母家里，便独自走向公司。只是没想到，认真工作到一半，原本寂静的大厅突然吵闹起来，隐约还能听见人群中议论着我的名字。我压下不安，走出办公室，果不其然，见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陈凯。他此时正站在公司大厅，手上举着一面大大的横幅，控诉我如何不履行妻子的义务，对他的母亲见死不救。而我本就为人低调，公司鲜少有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。看着陈凯那副可怜的模样，顿时就有不少人相信了他的一面之词。在我推门走出办公室时，露出嫌恶的模样。陈凯见了我，眼神有些得意，而我却被气笑出声。望着众人看热闹的眼神，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了手机，道：“陈凯，我是念着我们夫妻多年的情分，才想着给你留面子。既然你不仁，也别怪我不义了。”那上面竟然是一段录音，完整记录着陈凯在家里和医院对我说过的那些话。
仅凭这些便能让其他人知道是谁在造谣。一时之间，原本看热闹的人群纷纷对我露出同情的眼神。保安也反应过来，粗暴地拽着陈凯往门外推去，而我微笑着谢绝了同事们的安抚，再次走进办公室继续工作。只要拿下手中这个大单子，我便可以再次升职，到时候我的工资便足以让我和儿子过上富裕的生活。听说没有闹出个名堂的陈凯，最后选择狼狈地向亲戚们借钱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第一次手术费，但后面住院还是需要各种开销，而他也因为屡次缺席工作被开除。也是，毕竟他那副死板的性子，他的领导早就看他不满了，正好趁此机会将他开除。而一时之间失去谋生之路的陈凯，这才开始后悔起和我离婚的决定。可话已经说出口，我又怎么会给他反悔的机会？闺蜜是律师，处理起离婚的事情算是得心应手。我将收集好的资料证据发给他，很快便得到了答复，让他净身出户大概是做不到，但房子车子都是你婚前父母赠予的财产，他肯定是拿不走的。而你怀孕期间他没有尽义务，现在还没有收入，孩子的抚养权大概率也是归你。听到这里，我才放心地点点头，将你写好的离婚协议书发给了陈凯。而起初叫嚣着离婚的陈凯却迟迟没有回消息。就在我几乎要不耐烦的时候，陈凯打来了电话，而电话那头却是陈凯的姐姐。小乐呀，听说你和我们家小凯闹矛盾，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这样吧，我替你做主，你回家跟我们好好聊聊。听着他虚情假意的声音，我心中满是厌恶。他们一家人都是一样的虚伪，不过我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我们的确需要好好聊聊了。回到家，陈凯和他的姐姐一起坐在沙发上，见到我也没有丝毫起身的意思。我毫不介意，反正很快就不再是一家人了。对方开门见山道：小乐呀，你说你要离婚，你一个女人家还带着个孩子，在这世道多难生活呀。我笑了笑，平静地回道：不，你多虑了，我现在的工资足以养活我和儿子。倒是陈凯现在欠债这么多，还丢了工作，孩子我是肯定不会让给他的。他姐姐淡淡的哦了一声，继续道：可是孩子没有父亲，不会难过吗？我依旧是得体的笑容，我会给他最好的教育，不会让他和其他同龄人有任何不同。如果没别的要说的话，就签字吧，或者我去法院起诉。只是这话只让陈凯身躯震了震，而他的姐姐仍旧是无所谓的表情。也是，他们一家人本就从未容纳我，只不过是把我当作一棵不可多得的摇钱树，才会勉为其难出面挽留一下。而能不能留住，留不住的后果，自然都是陈凯来承担了。我起身点点头，便起身离开了家。工作还差最后一点，便要进行收尾。正好结束后回父母家里和儿子一起吃饭。而临走前，我听见了陈凯和他姐姐的争吵声。只听陈凯崩溃的大喊：我没钱，我把能借的人都借完了，你为什么就一点钱都不掏？他姐姐的话轻飘飘的：没钱你就重新找工作呀，难不成啃老吗？我嫁人了就是两家人，你难道指望我掏钱吗？我摇摇头，关上门，彻底隔绝了他们的话。陈凯最终还是没有签字，他开始死缠烂打，反复诉说着自己做错了，今后会努力工作，再也不 AA 制。可我总是毫不客气地拒绝，于是他将目标转移到我父母身上。我一回到家，
便看见她满脸是泪地看着我的母亲道：“妈，之前是我对小乐不好，今后我一定会弥补她的。我们还有个孩子，他也不能没有爸爸呀！”我气得不行，他骚扰我还不够，竟然还把主意打到了我父母身上。可还没等我开口，母亲先一步笑着道：“我从最开始便看不好你，是因为小乐喜欢你，才选择了接受你。现在既然你惹小乐难过，我这里自然也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至于孩子，我们都有能力给他最好最多的爱。”在母亲的言语和父亲的眼神威胁下，陈凯只能狼狈逃走。而我望着眼前这一幕，只觉得眼眶酸涩。真好，我爱的人都站在我身边。在闺蜜的帮助下，我将陈凯告上法庭。他婚内种种制度都证明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，而他的确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，最终只得到了极少的共同财产，还要支付孩子的赡养费，而那房子、车子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他。他需要在1周内搬走。陈凯想要回家，却被没钱住院搬回家的婆婆怒骂：“你这么大人了，还想啃老？我这里容不下你，你爱去哪去哪吧。”离婚后，我将父母接到了家里。他们住的老小区早就破破烂烂了，正好陈凯搬走，这偌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着也可惜。我从闺蜜那里听说了不少陈凯的消息，听说他创业，找了一个愿意和他 AA 的合伙人，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了解自己的人，美滋滋的借钱加入了投资，却被对方欺骗，卷款跑路。还听说他找了好几个相亲对象，上来就说要和对方恋。女方冷笑道：“也可以呀，那你彩礼打算出多少啊？”要知道，陈凯和我结婚时可是1分钱没说，美其名曰是留在前为以后的生活打算，却毫不吝啬地接受了我带过去的丰厚嫁妆。这次也不例外。陈凯尴尬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我现在没有钱，还欠了点债，但是只要你愿意帮我填上这个窟窿，我肯定会重新起家的。”他还以为自己是当初那个人人艳羡的才子，可惜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人才。女方毫不客气地嘲讽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这个穷光蛋一大把年纪了想白嫖？还完钱后赚的钱还想 AA？ 我看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周围有不少偷听的人也在窃笑。陈凯气得脸色通红，正打算反驳，对方却已经利落地起身，留下面前几乎没喝几口的咖啡，而陈凯面前的那杯早已见底。只见对方微微笑着道：“咖啡钱就不用来了，算我请你的，2杯你都喝了吧。”说罢，毫不客气地转身离去。从闺蜜口中得知这些话时，我并没有太大的感受，只是无奈地摇摇头。她还是这样自大，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。不过幸好我及时醒悟，从她的圈套里脱身，望着已经可以逐渐自己走路的儿子，我露出慈爱的眼神。公司里最近有个同事和我走得很近，他体谅我的过去，也不介意我曾拥有过一段婚姻。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，就连父母和闺蜜看了，也难得没有说很多挑剔的话。毕竟对方的确是无比体贴的性格，我并不介意重新开启一段感情。而儿子的成长也的确需要父亲的陪伴。我们正式确认了恋爱关系。1年后，我牵着儿子和他走向了婚姻的殿堂。这期间，我不可避免听见了许多陈凯的消息。毕竟结婚多年，彼此还是拥有很多共有。听说婆婆病情再次发作，这一次却怎么都凑不出手术费，最终痛苦地死在了家里。
而那个被他溺爱着的姐姐，却连葬礼都没有来参加。我还听说陈凯因为还不上钱，被讨债的人打断了双腿，狼狈不堪。他年纪大了，之前的技术和知识也早已跟不上时代，最终只能找了个门卫的工作，才能勉强混口饭活下去。可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望着眼前的儿子、父母以及我爱的这个男人，我知道有关陈凯的一切都只是不幸的过去，而属于我的幸福就在面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